当叶晨开始假设林婉儿送自己的戒指原本可能属于这里的时候，叶晨忽然又想起这戒指的功效。别的功能有没有暂时还不知道，但这东西有一个确定的功效，就是认主之后会在主人遇到生命危险时，将主人传送回最思念的人身边。换句话说，这东西本身是保命的。退一步说，就算是受了极其严重的伤，好歹也能让人回去见最至亲的人一面。结合自己刚才的猜测，如果当年这里真的需要派出大批像宫乙一样的修士，去世界各地为大家寻找修炼资源，那每人配一枚这样的戒指，就显得极有必要。毕竟，出去寻找极其珍贵的物资，本身就有很大风险，很可能会被其他修士盯上并心生歹念。有了这枚戒指，打不过起码跑得过，这可以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个托底的机会。所以这戒指在外的时候看不出任何文字，只有回到大本营才会显现出编号。而这东西出现编号，或许就意味着这戒指可能压根就不是个人资产，而是集体资产。而且这种资产也并非人手一个，而是像武器只配给军人一样，谁在这个岗位，谁才有使用它的机会。回来之后，编号自动显现，也方便集中管理。这枚戒指的编号是2804，或许当年有数千名宫乙角色的修士，每个人都带着同样的戒指，前往世界各地执行危险任务。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又有一个叶晨暂时还想不通的问题。就拿这四方宝塔来说，内部所用的木材都是市面上重金难寻的顶尖好木头，甚至一道房梁10余米，用的是一整根金丝楠木雕刻而成。那些修士是怎么把它们经过传送阵运到这里来的？难道是每次扛着1-2根顶尖好木材，经过传送阵传送过来的？这里一共也就100余平米大小，要是9个传送阵同时来人，每个人都扛着2根10几米甚至几十米长的原木，这地方也装不下啊。而且以一次人肉运几根原木回来，这效率似乎也有些太低了。一念至此，叶晨不由看向手中的戒指，喃喃自语，传送阵就等于是那些充当宫乙修士的高效交通工具，戒指就等于是他们的高效保命工具。这么看，他们应该还缺了一个高效的运输工具。真让一群修为极高的修士扛着木头和石头去传送，感觉也不符合他们如此强大的修炼基础。而且那个时代的修士实力之强，甚至已经超越了现代科技。他们既然都具备了传送阵这种大神通的建造方式，那就等于是已经突破了3维空间对他们的限制。传送阵的理论基础应该就是2点之间不再是直线最短，而是对折重叠最短。他们用传送阵在2个3维空间的点上建立了一个4维空间的通道，从高维度将2个3维空间的点重叠在一起，这样就能实现人在2个传送阵之间的瞬间移动。既然他们已经能开辟出4维空间，那他们应该也能开辟一个专门用来储物的4维空间吧。他们在那个年代要运送那么多物资，尤其是石材、木材这种体积极大的物资，如果没有一个储物空间，肯定会极不方便。只有具备了一个随身的4维空间，才能够高效快速地将各种物资搜罗起来，并运送到南极的地下城市。想到这里，叶晨端详着那枚写着2804字样的戒指，轻声呢喃，如果换作是我设计这枚戒指，我既然已经将传送阵融入其中，那一定也会将4维空间融入到这枚戒指里，在这枚戒指中增加一个4维空间的阵法，用来储存各种物资。这样的话，每一个被派出去搜罗物资的人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运输队。他可以携带大量物资通过传送阵返回基地，无论是几十米长的木材，还是成百上千吨的石材，以及蕴含灵气的珍贵灵石，都可以通过储物空间来轻松运输。他用手抚摸着戒指上2804字样的刻痕，喃喃自语，不知道当年的那些高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话音刚落，
指尖忽然从戒指上传来一阵温热，随后又是一道心法口诀霎时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叶晨不知这段心法口诀究竟有什么用途，但基于对此地的信任，他没有任何迟疑，便立刻在心中默念这段心法口诀。下一秒，他的意识忽然出现在一个诡异的空间之中，这空间诡异到就像是一个建立在 3D 设计软件上的立体模型。虽然模型的大小是确定的，但是设计软件的空间理论上是可以无限拓展的。你可以将比例尺缩小，让这款空间完全能占据显示器的界面，也可以拼命将比例尺放大，大到让这个空间在显示器的界面上无限缩小到仅仅剩下一个肉眼都看不清楚的像素点。再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宇宙，到底有多大没人知道，只是眼前仅有这一个已探明的区域，周围还都是黑暗和虚无，而这个空间就存在于这种黑暗与虚无之中，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门窗，没有地板与顶部，有的是不知从何处而来，均匀到完美的光线，就像手术台的无影灯一样，让这个已经探明的空间清晰可见，没有任何阴影。这个空间具体有多大呢？叶晨仅凭自己的意识根本没有办法丈量，但他在这个空间里看到了大量的物资，这其中有60余根棵被削去根，和枝叶的海南黄花梨主干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它们的粗细几乎没什么区别，长度也被刻意砍成了同样的规格。叶晨通过树皮上的褶皱、树节的比例推测，这些海黄原木至少也有40米长，1米多，将近2米宽。现代哪还有超过25米的海黄树？20米都已经算是罕见，而这棵海黄，去头去尾，仅中间成材的主干就有40米，而且是60多根。这要是随便拿出一根来，全世界的海黄玩家恐怕都会疯掉。而这些海黄树也仅仅占了这个空间容积的很小一部分。这个空间的长度至少比这些海黄长1倍，宽度比它们堆砌起来的三角形木堆还要宽6、7倍，高度至少也要高出1倍左右。除了这些海黄木料之外，这里还有大量开采加工过的青石，青石被切削成长条形，规格、颜色、质地几乎都完全统一，每一块的长度都至少有1人臂展那么长，横截面则为小臂长度的正方形。这样的石材，空间中整齐码放了至少6、7千条。叶晨本以为空间里只有这些东西，但他的意识忽然发现，在空间的角落里堆放着各种形状不一、体积不等的石头，其中最大的差不多有橄榄球那么大，最小的大概也就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这些石头因为相比长条石材和木材太不起眼，所以一开始才没有被他留意到。可当他真正留意到这些石头的时候，才惊骇无比地发现，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竟都是蕴含灵气的灵石。